我唐小喵，现代互联网第一鉴茶达人，接峡谷第一喷子，不过是熬夜在论坛里手撕了3个极品绿茶。怎么一睁眼就穿进原始森林了？穿就穿吧，还变成了一只目测体脂率超标的纯白小胖猫。罗盘显示，那只9命灵猫的幼崽就在这附近。师妹，找仔细点。这纯白灵猫可是稀世珍宝，抓活的。活的灵猫抓起来太费事，半死不活的就行。老女人，你不讲武德啊！真当我好欺负？物理魔法混合双打，走你！什么鬼东西！臭猫，我要把你剥皮抽筋！我操！这绝世剑魔脸，大仙救命！只要你带我走，我愿意为你当牛做马。实在不行，我少吃2口小鱼干也可以啊。新生，这满脑子奇奇怪怪词汇的小东西倒是有趣的很。既然能屏蔽本座的神识探查，绝非凡品。正好本座的凌云宗缺个暖脚的，小胖猫，跟我走吧。凌云宗，燕无极，这不是小说里的那个炮灰宗门吗？那个靠着万人迷系统吸干全宗气运搞得师门被屠的顶级绿茶江连月，就在这儿啊！吸干全宗，本座倒要看看是谁吸谁。按理说，被神仙颜值的大帅哥抚摸已是猫生巅峰，但讲到这宗门，马上就要被江连月那个死绿茶祸害的渣都不剩，本喵就心痛。燕无极啊，燕无极，你看着这么精明一个人，怎么后期能被一个绿茶骗得道心破碎呢？师傅，徒儿来啦！检测到极高浓度的气运源，若能将其吸取，系统将奖励1万积分。全体目光向我看齐，注意看他的下巴，还有他的眼神，这套连招没个10年的绿茶功夫根本施展不出来。师傅，连月近日夜里总是梦魇，心神难安，我观这白猫颇具灵性，不知师傅能否忍痛割爱，将其赐给连月，也好夜里做个伴儿。是啊，师傅。连月师妹本就体弱，这2日更是憔悴，就给师妹解解闷吧。师妹想要什么，师兄都会给你的。给个屁！不求修你个大棒槌！你知不知道他身上有个气运变现系统？只要你们心甘情愿给他送东西，他就能抽走气运换取奖励。而且你上个月私库里丢的3万极品灵石，根本不是被贼偷了，而是他借口炼丹失败，利用你的同情套现换积分了。堂堂凌云宗第1手财迷，被骗的底裤都不剩，还在可这儿帮他数钱呢。3万极品灵石套现换积分，我的钱，那是我的命啊！二师兄最疼连月了。千帆，既然你师妹想要，这猫万万不可！请师父明鉴，这猫妖刚从野外带回，身上止不顿带着狂犬病毒。这样，师妹，师兄明日就去给你抓俩最辟邪的独眼巨型冰蟾蜍，放在你床头，绝对能镇住一切邪祟。所以这猫必须留在师傅这里。这该死的小畜生，一出现就破了顾派的降智光环。既然师傅不肯给，那你就去死吧！吃了这拌了绝灵散的鱼干，保管你神不知鬼不觉的融成一滩血水。小猫咪，是不是饿了呀？姐姐特意去善堂给你拿了极品鱼干哦，快来吃吧！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看着鱼干上隐隐泛着的诡异荧光，还有那股子刺鼻的药味，想毒死我？看本喵怎么治你！二师兄，都是连月不好。连月看小猫饿了，好欣慰它，
可他不仅不领情，还打翻了碟子。哎呀，弄脏了师兄最喜欢的法袍。连月亲自去后山灵泉为你洗干净，好不好？绝了，这就叫茶艺精湛。师妹，这是哪里的话？你一番好心喂猫，师兄怎么会怪你呢？不过嘛，一码归一码，师兄身上这件天云丝鎏金防御法袍，乃是宗门公款采购的门面资产，价值整整5000极品灵石。沾染了不明药物，导致阵法受损，损坏功技，理应赔偿。师兄给你抹个灵，赔4990块极品灵石就行。4990块极品灵石，二师兄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亲兄弟明算账嘛，师兄知道你手头紧，没关系，咱们签借据，算上利息，下个月内门弟子秘境涉猎，师妹多去猎杀几头6阶妖兽换灵值就行了。来，签字画押吧。这千帆，还有那只死猫，你们给我等着！静秋、凌风，既然历练回来了，便认个脸。这是为师新收的关门弟子，本体是一只9命灵猫，以后在深门里排老6，你们当师姐师兄的，多照看些。老头，你才是老6，你全家都是666。让我看看，这2位就是绿茶系统里死得最惨的那2个大冤种了吧？这高冷御姐就是大师姐沈金秋吧？极品剑修，可惜被那个死绿茶陷害，生生被江连月挖了她的剑骨，做成了一根发簪。谁在说话？江连月挖我剑骨做发簪？还有这个浑身腱子肉的三师兄林峰，为了江连渊枪匹马杀去魔族大本营，最后被卸了4肢，全身骨头都被拿去铺路。啥玩意儿？卸了4肢，碎老子的骨头铺路！江连月居然敢把老子当枪使，哪来的新手？有意思。怎么，刚回宗门就这么大火气，连祖师爷留下的柱子都给拆了？回师傅，弟子今日修炼略有感悟，导致剑气外泄，修缮费用从我的月例里扣除。师傅，大师姐，连月今早被猫妖惊吓，心脉受损。听说大师姐刚寻得一颗9转清心丹，能否先借给连月保命？我操，9转清心丹是大师姐突破元婴用的保命丹药，给你治惊吓，你怎么不说用核弹来炸蚊子呢？师妹，你面色虽白，但中气十足，脉搏平稳，每分钟心跳72次，绝无息脉受损之象。你嘴角这口血色泽暗沉，且带有甜腥味，若我没猜错，是误除刚杀的2级灵珠血。惊吓需要静养，多喝热水即可。我的9转清心丹药性猛烈，你若吃下，必当场爆全。警告！索要丹药失败，好感度下降，准备执行惩罚。那我不要了，师妹先回去静养了。燕无极那个该死的老东西居然冷眼旁观，沈金秋那个贱人居然当众羞辱我！不要！既然你们不给我活路，那就别怪我不念同门之情。我这就去找他，只要他出面，整个凌云宗都要跪在我脚下。江连月这绿茶算是遇到硬茬了，不过他可不会善罢甘休。算算剧情时间，他这会儿估计正哭哭啼啼的往后山禁地跑呢，找他亲爹报金币去喽。亲爹江万朝，江连月居然是太上长老的私生女，难怪她入宗以来资源不断，就连师傅一直对她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小胖猫，你知道的秘密还真是多得让本座惊喜。江万朝那个老鬼隐藏了这么多年，终究还是按耐不住了。也罢，既然你想玩，本座就给你搭个戏台。惊秋、千帆、凌风，为师近日忽有感悟，需即刻闭关冲击化神期。在此期间，宗门大小事务由你们3人共同打理。若遇无法决断之事，可去后山禁地，请太上长老出关定夺。师傅高明啊，这是要放权让我们随便做，还要逼出江万昭那个老财主。江连月的系统抠搜搜的，但太上长老的私库那可是富可敌国啊！听说了吗？掌门闭关了。
无极闭关，这凌云宗终于轮到老夫做主了。燕无极，你以为你闭关我就没办法了？我不仅要吸干你们的气运，还要把这整个宗门都变成我的系统养量。本座乃凌云宗太上长老江万朝。听闻连月丫头在宗门内受了委屈，燕无极不管，老夫来管。今日起，老夫便收连月为干女儿，谁若敢欺负她，就是与老夫作对。这些都是老夫给乖女儿的见面礼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我的天哪！极品灵石3万块，地阶法器5件，高阶回春丹100瓶。我靠，这老登简直就是个移动的金库啊！这才是真正的肥羊啊！恭迎太上长老出关。太上长老对连月师妹的全权爱护之心，真是感天动地。不过，太上长老有所不知，掌门闭关前特意嘱咐晚辈，一定要为师妹规划好未来的修炼之路。俗话说，钱生钱，利果利。晚辈手里正好有一个稳赚不赔的宗门产业联合投资计划，不知太上长老和师妹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？我保证让这批物资的价值在3个月内翻倍。太上长老，您看，第1条，灵石杠杆化运作，投入宗门后山的灵草种植基地，不出3个月，灵草成熟炼制成丹，利润高达3倍。师妹作为大股东，什么都不用干，躺着就能分红。神特猫灵草种植基地，后山那片地早就被3师兄练功砸成了陨石坑，能种个毛线啊！2师兄这画大饼的功力绝了！系统，快扫描这份合同，有没有陷阱？正在解析修仙界复杂商业合同，解析进度10%，包含大量隐藏条款。唉，晚辈也是看太上长老一片爱女之心，才拿出这宗门最高级别的机密项目。既然您和师妹信不过我，那就算了，我还是去找西风的长老合作吧。慢着！我江万朝岂是畏首畏尾之辈？我干女儿要当大股东。致命警告：全部法宝所有权已合法转移。什么？所有权转移？我的钱！想发财了！太上长老英明神武，晚辈这就去替师妹运作资产。师妹，好好修炼，等着年底分红哦。师兄师姐们，本王子继子归来，有没有想我啊？凡间的俗物真是无趣，还是咱们凌云宗好。哎，师父闭关了，那这位楚楚可怜的小师妹是？好历练的气运，好有钱的男人，只要拿下他，我之前损失的积分全都能补回来。啊！喵的眼睛要被这灯泡闪瞎了。哎，这好像是那个被江连月洗脑到国破家亡，挂在城墙上风干的5师兄风间月。谁在说话？国破家亡，挂在城墙上风干。我儿子如此精才绝艺，智商超群，怎么可能被一个女人骗光家产？老五淡定，别出声，用心听。欢迎加入反诈骗高端群。师哥，原来是太上长老新收的干女儿，连月师妹啊。初次见面，师兄我最喜欢结交聪明的师妹。听闻师兄在凡间处理国政十分辛苦，连月亲手做了些糕点，特来慰劳师兄。来了来了，经典的绿茶平地摔入怀，外加那个散发着工业糖胶的香水味儿。老五啊老五，你要是连这都扛不住，那你就真该去挂城墙了。师妹，你这腿脚不利索，就别乱跑，随便往男人身上扑，真的很掉价哎。还有你身上这股廉价的脂粉味，熏的雪山灵茶都串味了。师兄教训的是，连月只是想向师兄请教一些投资之道。连月手里还有几件高阶法器，不知能否入师兄的眼。就这，
我皇室用来垫桌脚的都比这强。不过嘛，既然你提到了投资，本光子手里确实有一个凡间灵矿私有化的绝密项目，高风险但高回报，10倍利润起步。但我这项目不收凡俗之物，你这件法器勉强能当做保证金，我带你入局，3个月后法器还你，再附送你一座中性灵矿，如何？我勒个豆儿！老五，这放绵白高低也得是个大主管啊！我头，师兄，这是连月全部的家状了，您一定要帮我。放心吧，师妹，本王子的信誉在帝国有口皆传。干爹，他们骗我，顾一凡拿走了您的灵石，根本没有分红。凤间月还骗了我的法器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岂有此理！这群黄口小儿，走，跟我去大殿。老夫今天非扒了的皮不可！该死！那顾英雄设的是死局，老夫签了字画了押，明抢等于违背天道法则。有了，好女儿，别哭。明面上爹不能动他们，但爹有办法让他们连本带利的吐出来，还能让你获得天大的机云。诸位失职，你们天天在宗门内荒废光阴，成何体统？来了来了，血月秘境大副本，这老登是图穷匕见了啊！他要在秘境布置血祭大阵，把你们全师门的气运和修为吸干，给江连月当养料啊！太上长老教训的是，我等愿意前往血月秘境，好好历练一番，绝不勾负太上长老的厚望。生死历练嘛，本王子最喜欢。只是希望师妹在秘境里跟紧一点，千万别掉队。血月秘境，江万朝这老登竟然提前开启了血月秘境。等等，算算时间，现在这个节点，四师姐徐婉如不就被困在血月秘境的核心区域吗？原著里，四师姐误入秘境被困，拼死发出求救符，结果求救符被江连月这个查暗中截获，他故意拖延救援时间，就为了等四师姐被那群魔修炼成血灵丹。江连月根本不是去历练，而是去收血灵丹。成血丹，江凌月，老子要把你砸成肉泥！谁敢动我师妹？都给我冷静！婉如还在秘境里等着我们去救。如果我们在外面开战，谁去救她？按原计划行事，江万朝不是要我们进秘境吗？我们进，到里面再收拾他。咦，怎么突然都不动了？刚才还一副要拆家的样子，怎么突然又岁月静好了？难道是被江万朝的威压吓傻了？唉，带不动，根本带不动。看来拯救四师姐还得靠本喵亲自出马了。太上长老啊，血月秘境凶险万分，我们4个死不足惜，可怜月师妹娇滴滴的，万一在里面蹭破点皮，您老人家不心疼吗？老夫自然给了连月护身法宝，你们几个，只要在秘境里结成4项护灵阵守着他，他自会安然无恙。怎么，你们怕死？太上长老误会了，我们为了师妹，那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但是4项护灵阵极其消耗文力与本源，为了确保师妹的绝对安全，晚辈与五师妹熬夜为您量身定制了一套血月秘境至尊 VIP 人身安全保障计划。您看，这其中包括极品回元丹100瓶，用于阵法续航；天阶防御符箓50张，用于抵御高阶妖兽突袭。最重要的是这4枚替死傀儡。一旦师妹遭遇致命危险，我们4人可以通过傀儡强行替师妹挡刀。粗略算下来，也就5万极品灵石吧。我操，神特么替死傀儡，那明明就是从凡间小摊上买来的泥人注入，用一堆破铜烂铁骗5万极品灵石。二师兄和五仙兄这是要在进秘境前把江万昭的裤衩子都给拔下来啊！太上长老不买就算了，万一我们在秘境里灵力耗尽，阵法破裂，妖兽咬断了师妹的脖子，本王子想想都觉得画面太残忍。毕竟我们只是穷苦的普通弟子，没装备，扛不住啊。系统，如果他们死了，我的血祭大阵还能启动吗？干爹，给他们吧，只要能保证连月的安全，一点灵石算什么？
等历练结束，拿去。如果在秘境里连月少了一根头发，老夫要你们死无葬身之地！感谢太上长老的慷慨投资，我们保证师妹在秘境里一定会得到最难忘的历练体验。死猫，燕无极护着你又怎样？飘进万毒深渊，3秒钟你就会化成一滩血水。江连月，你个老……你居然暗算本喵，坐标被改到万毒深渊了，底下全是化骨毒水啊！我特妈要变成化尸水了！老天奶，救命啊！找到了，在这里。别装死了，走，我们去救你四师姐。大师姐怎么知道四师姐被困在秘境里？等等，这人力波动，我操，这是绝迹了3000年的上古化形神草！我特妈这是妖化！上古神兽节俭，这丫头因祸得福，居然要化形了！好烫！等等，师兄师姐，你们别光看我啊！听，前面悬崖边上，四师姐徐婉如正在被一群高阶毒液蜥蜴围捕啊！原著里江连月就是故意走错路，导致四师姐在这里被毒瞎了双眼，最后被生生咬碎了丹田！快去救人啊！哪怕是死，老娘也要扒你们一层皮！四师姐左边，那只最大的蜥蜴，肚子上有弱点，那是江陵那个隐妖香，快冲啊！谁在说话？四师妹，你刚才听到的是小师妹的心声。欢迎加入凌云宗反诈骗高端群。本喵终于化形了，感觉自己现在拥有了一双逆天大长腿。从今天起，本喵就是这修仙界最狂拽粗快的御姐战神！颤抖吧，两脚兽们！天哪，这是什么绝世妖孽？这猫儿，这尾巴，这交合劲儿！救命！本王子的心脏要爆炸了！快拿本王子的金丝软榻来给他垫着！老娘受不了了！好想把他的猫耳朵狠狠揉一顿，好想把他按在怀里吸呀！可是二师兄说要装作不知道他是那只猫，忍住！徐婉如，你要高冷！哎呀，这遗迹中怎么会掉出来一个如此倾国倾城却又带着兽族特征的少女？莫非是哪位隐士大能游失的血脉？漂亮姐姐，喵喵害怕，喵！这群大冤魔演技也太差了吧！眼睛都快粘在本喵的耳朵上了好吗？不过既然你们装傻，那本喵就将计就计，当个被大佬们带飞的躺平小可爱。别怕，姐姐的剑很逼力，谁欺负你，姐姐杀谁。漂亮姐姐，这雾好大，喵喵有些怕，前面会不会有吃人的怪物呀？别怕，有师姐在，若有不长眼的邪祟敢惊吓你，我便将这林子削平。装什么柔弱？一只正化了形，竟然敢坏我的好事！不过没关系，前面那片看似普通的红叶藤蔓，可是系统出品的幻影血藤，只要踏入其中，元婴期以下瞬间就会被吸干精血。你给我！哎呀呀，前面那堆从上御风长得像红薯叶一样的玩意儿，不就是原著里那极其恶毒的幻影血藤吗？江连月这个死绿茶还真是下血本了。这幻影血藤的根部下方，因为常年吸收秘境灵气，往往伴生着一个装满极品灵石的盲盒宝箱。
这要是一把火烧过去，岂不是既能破阵，又能爆金币？哎呀，各位且慢，这秘境中阴气极重，小师妹衣衫单薄，怕是受了风寒。我看这片藤蔓干枯易燃，用来生个火，给小师妹暖暖身子，想必极好。警告：高阶陷阱幻影血藤遭遇绝对属性碾压，已被彻底摧毁，任务判定失败，惩罚扣除积分1000点。不，师兄，你怎可随便焚烧秘境灵芝？那可是呀！江师姐怎么这么激动？难道江师姐早就知道这草底下藏着宝贝，故意不告诉我们，想等我们走了自己偷偷挖？江师姐好坏坏哟！该死！为什么他们每次都能瞎猫冲上死耗子？系统，把最后800点积分给我兑换3阶影兽香。我要把沼泽底下的那头半部金丹期毒香引角引出来，大不了大家同归于尽。啊！什么味道这么恶心？像放了10天的臭豆腐。我想起来了，原著里死绿茶在这里被逼急了，用了3阶引兽香。这香味对修士无效，但对水系妖兽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这沼泽底下可是藏着一头快要结丹的剧毒。原著里提到过，这种阴毒的引兽香最怕的是纯阳之水，只要用纯阳之水一浇，香味瞬间就会被中和的一干二净。可是这荒郊野岭的，去哪儿找这玩意儿？哎呦，这沼泽地也太臭了，熏得我这上好的苏绣法袍都沾了味儿。三师兄，你之前在宗门后山打的那缸清心泉，赶紧倒出来给大家去味，可别把小师妹给熏晕了。带了，俺淬铁用的，多的是。最终结算开始，宿主当前积分0，气运掠夺量0，未达成最低生存指标，协议终止，立即执行最高惩罚——灵魂抹杀。倒计时10、9。我不要死！我不要死！正在江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！系统，爹，救我！谁敢伤我爱女？天道又如何？无以元婴，经精血为引，10年寿元为祭，给我锁！警告检测到极其庞大的高维能量，元婴寿元强行注入，抹杀程序被迫终止，底层协议重组中，触发隐藏法则。欢迎宿主死里逃生。由于外部高能注入，已为您解锁终极版本《天道反派 2.0 版本》系统气运高利贷模式。鉴于您之前的极差表现，本系统将不再提供免费资源，现已为您开启10万积分的无抵押信用额度。您可以在系统商城购买任何跨界的绝杀法宝和修为。10万积分，我要怎么还？代价很合理，每日产生10%的复利，您必须极其疯狂地掠夺凌云宗的气运来偿还。若逾期，将强制扣除您与至亲江万朝的寿元及灵魂，直至彻底榨干。请问宿主是否签约？借，给我借满10万积分！只要能在接下来的宗门联合大比上，把燕无极的那些孽徒碎尸万段，把那只死猫剥皮抽筋，就别说寿元，就算拉着我爹一起下地狱，我也愿意。这极品灵石的纯度，还有这地阶的飞剑，你们这哪里是去试炼？你们这是把上古大能的祖坟给嫖了吧？长老言重了，我们师兄妹几人向来本分，不过是在保护小师妹的途中，稍微注重了一下资源的最大化回收，比如
把别人踩坏的陷阱开了卖废铁，顺便挖了几条矿脉而已。笑吧，你们就尽情的笑吧。3日后的9大宗门联合大比，我会用这10万积分的底牌，让你们在擂台上全是。哟，这死绿茶身上的气息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邪门？像是个背了千亿房贷的赌徒。看来他被逼上了绝路，新的底牌也该亮出来了。开启了原著里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高利贷 2.0 版本啊！嘿嘿，既然他有了新额度，二师兄，咱们是不是该准备好帕带，在宗门大比上对他进行一次终极金融收割了？师兄，你看前面台阶上有一条看不见的线，绷得紧紧的，好像喵喵以前玩过的弹弓皮筋呀。要是随便拿根带树叶的木棍戳它一下，它是不是就会啪的一下反弹回去，打到后面那些凶巴巴的大个子呀？江连月这位置道具真土，原著里写了，这玩意儿遇到木属性灵力就会触发反弹机制。原著里师兄姐们没防备，在这里摔了个大马趴。呀，这位大哥哥怎么突然给我们行讨地礼呀？喵喵可没带压岁钱。陈公子，明日擂台赛，你的对手是凌云宗的徐婉如。那妖女为人狠毒，修的又是霸道的火系功法。这枚透骨冰魄针是我将秘宝，专破火系罡气，我借给公子防身，只求公子在擂台上替我出一口恶气。江姑娘放心，区区凌云宗的野丫头，本公子反手可灭。明日我定叫她经脉寸断，跪地求饶。诸位长老道友，大比第一场，凌云宗徐婉如对战飞星宗陈长生。陈长生乃百年一遇的天才，配率1赔 1.5， 我四师妹配率1赔10。凌云宗官方盘口，童叟无欺，买定离手啊！二师兄这钓鱼指法太熟练了，紫绿茶江炼月到处送道具，殊不知全是在给咱们凌云宗送钱。等会儿四师姐上台，有对面好果子吃了。四师姐小心呀，她袖子里藏着一根冒冷气的冰针。喵喵以前在厨房帮忙，不小心把带冰块的肉扔进热油锅里，那个锅直接砰的一下炸开花了，可吓人了！你快拿火多烤烤它，让它尝尝炸锅的滋味。修仙不学数理化，暗器炸膛惹笑话。这透骨冰力针虽然阴毒，但只要在发射的瞬间用绝对的高温去炙烤，极端的冷热交跳就会直接引发物理层面的热胀冷缩大爆炸，这可是初中物理常识呀！听小师妹的，姑奶奶今天就给你这破针加温。给我废吧！我的手！雷大哥，明日你要对战那凌云宗的凌风。凌云宗的人诡计多端，陈长生公子就是着了他们的道。这颗燃血狂化丹乃付我千辛万好寻来的绝世秘药，服下后能力拔山兮，万分神勇。我不求别的，只求雷大哥在台上替我将那凌风打成废人。江姑娘放心，俺雷虎修的是霸王硬气功，就算不用这药，也能把那打铁的凌风捏碎。不过既然是姑娘的一番心意，俺收下了。明日你就看俺怎么把她的骨头一根根敲断。谢谢。第二场，霸天宗首徒雷虎对战凌云宗3师弟凌风。诸位，雷虎的实力有目共睹，买他赢，稳赚不拆啊！顾老二，这还用你说？雷虎天生实力，凌风那个憨子拿什么打？老夫押5万上品灵石，买雷虎获胜。哇哦，江连月这个送财童子又发力了。他给雷虎的狂化丹确实能让力量暴涨10倍，但副作用是防御力彻底降为0呀。既然诸位长老如此自信，那顾某便代表凌云宗押上本宗后山的紫金灵脉地气，全仓操他我3师弟赢。若是凌风败了，这灵脉诸位拿去平分。三师兄，这个大个子跑得好快啊，简直像一头疯牛。可是再壮的牛，如果踩到了地上的菜油，
也会吱溜一下摔个大马趴呢。这傻大个狂化后速度太快，硬躲是躲不开的，但他现在完全靠肌肉的爆发力在冲锋，只要破坏了地面的物理摩擦力，他冲得越快，摔得就越惨。初中物理知识，受力面积与摩擦系数，了解一下。小师妹真聪明，这就给她上点油。三师兄，他摔倒了，趁他病要他命，快用你平时打铁的那个大锤子，使劲敲他3下，敲核桃都是这么敲的。狂化状态下，他的钢气护盾脆得像玻璃，只要用纯物理的钝器，连续敲击同一个受力点3次，绝对引发共振碎裂。好嘞，打铁俺最在行。鬼影阁下，明日你要对战的是燕无极的大弟子沈清秋，他容貌绝世，剑法高超。这瓶无影化骨水是我抵押了10年的气运换来的，无色无味，只要沾上一点，就能让人血肉消融。我要你涂在匕首上，在擂台上彻底毁了他那张狐妹子脸。江姑娘放心，我幽影宗的隐杀诀一旦方个人遁入虚空，无影无功，他的剑法再高也碰不到我一片一角。明日我会在他最引以为傲的脸蛋上画上最美丽的图案。二师兄，那个穿黑衣服的坏蛋怎么变没了呀？这简直就像是喵喵早上在后厨玩捉迷一样嘛！喵喵早上不小心踩翻了面粉袋，不管跑到哪里都会留下白白的大脚印，一下就被大师姐抓住了。二师兄，你身上有没有面粉呀？咱们往天上撒一点，看看它是不是也藏在空气里。这破隐身术也就骗骗修仙者的神识探测，说到底，他不还是个有物理实体的活人吗？只要撒一把粉尘状的物体到空气中，他的身体轮廓就会立刻逼出来。这么简单的反隐常识，修仙界的人居然不懂，活该挨揍。小师妹这主意甚妙，师兄我别的没有，这凡间的白面粉管够。这是什么妖术？我的绝品隐身诀竟然被凡人的面粉破了！找到你。就算显形又如何？我这匕首上涂了江姑娘给的无影化骨水，只要擦破你一点皮，就会化成一汤血水。去死吧！大师姐，那个水看着好恶心呀！喵喵上次把装满水的琉璃瓶丢进冰窖里，结果水结冰膨胀，瓶子直接啪的一下炸开了。你快用冷气冻它，让它的瓶子也炸掉。紫绿茶买的这劣质毒药是纯液态的，只要大师姐用寒气冻住它，那毒水就会直接把匕首撑爆，发生物理炸膛，溅他自己一身。好，听小师妹的，凛冬病愈，开！我的脸，我的骨头！五师兄，那个雾气好大呀，像个大迷宫。可是喵喵以前在后花园捉迷藏，只要朝着太阳公公的方向正南方走，那些假山就挡不住我了。你快拿扇子往出太阳的地方扇一扇呀！这幻音宗的阵法真是万变不离其宗。原著设定集里写的明白，这10面埋伏阵的阵眼死穴就是正南方的荆门，只要用麻力击碎南面的节点，整个幻境就会像被戳破的肥皂泡一样瞬间崩溃，连算方位的罗盘都不用带，看一眼太阳在哪儿不就行了？小师妹说的在理，这雾气太重，伤了师兄的皮肤可不好。这就借太阳公公的光去护气。你竟然一招就破了我的大招！区换阵，何足挂叶。我不能死，是那只猫，是他那张嘴破坏了我的所有好事。系统，给我兑换天劫法器，绝魂锁妖拳！我要让那只猫变成我的奴隶。你说那绿茶又在仙门告状了？无妨，清者自清。
我操！死绿茶狗急跳墙了！天阶禁器绝魂锁妖圈，原著里这玩意儿能强行剥夺心智，把人变成听话的狗。不过这法宝有个致命的物理搓线，它是直线，弹道定定，根本不会拐弯。只要我离开它本门的射击轨道呀！二师兄，你掉了一枚金币！什么？躲开了！天哪！我看到了什么？霸天宗的大师兄竟然在给飞星宗的江连月当狗！那脖子上发光的是魔道禁器月魂锁妖圈。江连月竟然敢在天骄台公然使用这种下三道的手段，暗算别人。这江姑娘平日里装的清高，私底下竟然喜欢这种调教猛男的口味。我不是要讨他，我要讨的是那只猫。二师兄，那个江姐姐好可怕呀！她自己喜欢养大型犬就算了，刚才那个圆圈差点套在喵喵的脖子上。喵喵要是变成了狗，谁给师兄们端茶大水啊？裁判长老，江连月公然使用魔道禁器袭击参赛选手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此等败类，若是还能继续参加大比，凌云宗绝不答应。来人，夺去江连月的大比玉牌，取消其所有个人赛程，驱逐出场。唐小喵，我们没完，我要拉你们所有人陪葬。这可如何是好？二师兄，他们拿这个破盘子转来转去，不晕吗？这迷宫里面全是雾。喵喵以前在后山抓蝴蝶迷路的时候，从来不算卦呢。我们就在墙上画乌龟做记号，然后大家把右手贴着右边的墙根，一直摸着墙走，不管遇到什么岔路都不要把手拿开，肯定能走出去啊！嘿嘿，这群修仙的土包子还在这儿算八卦呢。不管是多复杂的连通迷宫，只要运用初中数学的土配学常识和右手法则，盲走都能通关。原著里写了，这破迷宫的死穴就在最深处，一路画着乌龟摸过去，不但不会迷路，还能顺手把死绿茶布置的陷阱给破坏了。既然小师妹说摸墙走，那必然是天道指引的最优解。诸位同门，收起法器，咱们就贴着右墙，画着乌龟走。沈金秋、顾臭鱼，还有那只坏我好事的猫妖，你们果然来了！今天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！好丑鬼鬼，漂亮姐姐救命呀！哇塞，大场面啊！这就是原著里让无数天骄隐恨的杀阵。可惜江连月这个绝望的文盲根本没读懂阵法说明书。二师兄，这地方好潮湿呀，石头上都长红色的霉菌了，那些鬼鬼身上全是一股烂蘑菇的味道。你身上有没有带平时腌菜用的那种粗盐呀？快往那个长毛的石头上撒一点，给这里杀杀菌吧。这万魂阵的阵焰是纯粹的阴木属性，粗海盐可是天然的强电眼质呀！只要把盐撒在阵眼上，瞬间就能引发高浓度的酸碱中和，让这破战法的灵力回路直接短路。物理学就是这么不讲道理。小师妹说的对，出门在外卫生最重要。这谷底生了些霉菌，看师兄给他们好好消消毒。凡人用的盐破了我的高阶杀阵，为什么？这不可能！哇塞，二师兄，你不仅除霉杀菌，还顺手搞了个定向爆破呀！那后面好像有好多亮晶晶的石头呢。这是幻境迷宫最深处的隐秘地脉，
传闻这地脉早已枯萎，没想到竟然还有如此多的灵气。二师兄，那边的石头好漂亮呀，还长得像大萝卜。喵喵以前在古书上看到过这种长得像萝卜的紫色石头，只要挖出来晒干，磨成粉末冲水喝，能让人瞬间长出好多好多灵力呢。这叫什么来着？老天爷，这哪是萝卜呀？这是万年紫精灵髓，在原著里，这一根就能顶一个中型宗门100年的供奉。整个地脉里少说也有上百根，还有那边那个破破烂烂的铁片，那可是上古斩仙剑的碎片呀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哪是迷宫，这分明是咱们凌云宗的专属提款机呀！诸位同门，小师妹说了，这些萝卜对身体好，咱们凌云宗一向尊老爱爱，今天一根都不能落下，凌云长征，寸草不生，给我挖！三师兄，那棵长得像烂菜叶的小草，喵喵以前特别喜欢咬它，你把它也带走吧。那可是九转还魂草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吃了它就能满血复活。江万朝那个老狐狸要是知道这些宝贝都被咱们薅光了，估计能当场表演一个原地飞升炸堂吧。小师妹真是咱们凌云宗的福星，这烂菜叶长得确实寒手。师弟们，手快点，那边的土颜色深，肯定也是宝贝，通通装进去。这哪里是比试，这是招了蝗虫了吗？那是灵髓呀！他们竟然拿麻袋装！顾秦帆，你们来晚了。这圣虎拥有半步元婴的战力，没几个时辰根本拿不下。我操！你们袋子里装的是什么？怎么还在冒紫光？哇，好大的猫咪呀！漂亮姐姐，二师兄，他看起来好像不开心呢，是不是因为这里太闷了，连一点好闻的花草都没有呀？大猫猫，喵喵，请你吃好吃的呀。这个草草的味道可带劲了，这哪是普通的草，这是九幽幻灵草。在普通修士眼里是毒药，但在猫科类高阶凶兽眼里，这就是无上圣品，加强版猫伯鹤。只要闻一口，就算是神仙级别的老虎，也得当场变成哈基米。这就投降了？他可是上古凶兽啊！乖哦。啊！这是去参加生死试炼，还是去玩间赶集进货了？他们袋子里装的全是五眼灵纸。诸位承让，本次大比，凌云宗包揽其武。现在到了兑现赌约的时候了。飞星宗的南山矿脉，霸天宗的玄铁矿空，还有幽影宗的10年供奉，顾某就代表凌云宗全数笑纳了。诸位，多谢打赏。哇咔咔！二师兄这波操作，直接把修仙界8大宗门的底裤都给扒了。从今天起，咱们凌云宗就是修仙界当之无愧的首富了。回去我就让师尊给我造一个纯金的猫窝。Error， 宿主投资全盘失败，核心沙阵损毁，高利贷资金盘遭遇彻底捉空。宿主江连月，当前负债130万积分，偿还能力评估绝对0度，天道反派高利贷协议，正式触发破产清算条款。你走了我怎么办？我抵押的50年寿命，还给我！你把它们还给我！资不起债，强行剥夺宿主双眼光明生机，充作最终清算手续费。系统接懂程序启动，永别了，劣质宿主。哈哈哈！老夫终于出关了。连月那丫头带着老夫给的诸多底牌，定然已经拿下了天骄大比的魁首，让燕无极那帮孽徒身败名裂了吧？
哪里来的疯婆子，竟敢污了老夫的眼？爹，是你吗？爹，我是连月啊，救救我，我好痛！连月，我的女儿是绝世天骄，是谁？是谁把你害成了这副模样？是燕无林的徒弟，还有那只猫妖。爹，替我报仇！杀光他们！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！诸位失职，此次大比，你们扬我凌云宗神威，包老前5，实在是大功一件。宗主闭关未出，老夫作为长辈，理应重重有赏。这5枚巨锏，不行，绝对不能去。可是这老疯子现在是元婴圆满，如果不答应，他马上就会在大殿上掀桌子杀人。师尊还没出关，我们根本打不过他呀。这是老夫私人珍藏的血月秘境准入玉剑，此秘境乃是上古遗迹，里面机缘无数。老夫今日便破例，让你们5人进入其中，获取造化。我操！老狐狸开始下手了，原著剧情彻底暴走了。这哪是什么机缘秘境，这分明是他将功私造的血祭绝阵，里面实无声，会被炼化成血水，用来给他自己延寿突破的。太上长老爷爷好贴心呀，师兄师姐都有红色的牌牌可以去玩，为什么喵喵没有？喵喵也要去那个什么秘境里面抓萤火虫。哼，去就去。原著里写过，这血月大阵看似无敌，但阵法的能量池就像个大浴缸，只要二师兄带着算盘进去，咱们就能把杀阵的塞子给拔了，反向抽干他这老匹夫的100年底蕴，让他赔个底儿丢。太上长老赏术，晚辈安敢推辞。小师妹既然想去抓萤火虫，那我们便走一遭这血月秘境。大家小心，这珠子有异动，定是有绝世大妖或者杀阵锁定了我们。神他妈大妖锁定，这明明是江万昭那个老狐狸在碧血珠里动了手脚，这玩意儿根本就是上古杀阵的 GPS 定位追踪器，只要带在身上超过半炷香，天上的血火流星就会精准制导，把我们轰得连渣都不剩。二师兄，这个红红红的珠子一闪一闪的，喵喵看着好怕。那边林子里不是有几头长着黑毛的野猪吗？不如我们把珠子绑在猪猪的尾巴上，让他们带着玩吧。小师妹说的对，这种散发着红光的节气配饰更显气气。师弟们，抓猪！好吧，跑得越远越好。哇，二师兄，你看这烟火好壮观呀，红彤彤的，比咱们过年放的还要好看呢。那几头猪精一定玩得万分开心。是啊，太上长老耗费巨资给咱们准备的这场欢迎仪式，确实破费。天火降临，锁魂追命，燕无极的孽徒们，此刻恐怕已经被轰成飞灰了吧？月，爹给你报仇了。等天火熄灭，爹就去把他们炼化出来的金血抽干，助劳我突破化神大道。区雷电，这霸王应线功还能扛不住？先去探探路。这傻憨憨，金属店这么基础的物理常识都不懂吗？你拿个大铁锤去戳雷长，
没被劈死算你肉厚。三师兄，你好笨呀！你来铁疙瘩肯定会挨电呀。喵喵在藏经阁看过一本古籍，书中提到过，你旁边那棵树是橡胶树，我们只要把橡胶树的枝叶涂在鞋底，雷公爷爷肯定就找不到我们啦。天然橡胶液可是绝佳的绝缘体，只要把这枝叶涂在鞋底烘干，就能彻底阻断人体与大地的导电回路。没有了接地线，这些雷电再狂暴也只能当烟花看啦。小师妹这法子听着稀奇，但既然小师妹说了，那便一试。啊，没事儿，树胶竟然真的连天雷都能扛住，小师妹简直是神了。天雷再狂暴，他也得遵守物理学的基本定律呀。怎么回事？本雷沼泽的阵眼已经超载报警了，里面的天雷正在以最高灵度疯狂运转。可为什么本座没有收到任何生灵被劈死的血气反馈？难道是这阵法年久失修，漏电了不成？这粉色瘴气万分歹毒，竟然连护体罡气都能腐蚀。若是吸入一口，恐怕五脏六腑都会化为脓水。大家屏住呼吸，不可大意。大师姐，不用憋气呀，我在古籍中看到过，这个是被雷逼焦的木炭，我们把这个木炭嚼碎，包在尸首家里，捂住鼻子，就闻不到毒气啦。这可是防毒面具的最基础原理呀。经过高温绿烧的木炭就是天然的活细罐，能够通过物理吸附作用，完美拦截空气中的有毒大分子，再加上织布的过滤，这种修仙界的毒物简直是小菜一碟。小师妹的智慧总能化腐朽为神奇。这么精纯的能量，太奢侈了吧！这要是都被我们吸收掉……到了，这就是血缘秘境的核心控制室。这哪是杀阵啊，这分明是老狐狸给咱们准备的超级移动充电宝。可能天火轰炸，狂雷洗地，也不及那几个连元婴都没到的孽徒，怎么可能一点事都没有？能量，一定是老夫先前注入的能量还不够，阵法威力没有达到最大，只要再加一把火，就能把他们彻底炼化。既然如此，叶无极，徒弟的命以凌云宗的祭奠来换吧！护生地带，给老夫开！化界充能！怎么全没了？护宗阵法熄灭了！天哪！难道是我们凌云宗的末日到了吗？好恐怖的威压，空间要塌陷，这根本不是阵法原本的力量。江万朝那个老疯子绝对是在外面，给这个阵法的 CPU 超频了。这可是无差别全覆盖的物理碾压，再这么硬扛下去，师兄姐们的灵力一旦耗尽，大家全都会被压成肉饼的。有了，二师兄，天上的石头好像要掉下来砸人了，我们快往下挖洞吧，地底下肯定更安全一些。地底是阵法核心，一定是整个秘境最稳固的地方，挖洞才是现在唯一的生路呀。好，听小师妹的，避其锋芒。三师弟、四师妹，开路，往下挖。
我的老天爷啊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哇塞，大开眼界！这就是血月秘境的服务器机房啊！齿轮转的都快冒烟了，数据线都要烧断了。江万朝这波跨界加餐真是下了血本了。只要端了这个机房，外面那个老王八蛋就得当场破产。原来这阵法的核心一直藏在我们的脚下。太上长老，您的这份大路，凌云宗就却之不甘了。我来破它，破军剑气。不行，这光晕的转速太过急人，而且蕴含着外界源源不断灌注的护宗灵脉之力，除非有化神期的修为，否则根本无法强行突破。二师兄，那个发光的大轮子转得太快了，要是有什么东西能让轮子卡住，它是不是就转不动啦？这破阵法的防火墙再厉害，它的底层驱动逻辑依然是依靠这套巨大的物理青铜齿轮组，只要往齿轮的角和缝隙里倒满，管你什么绝对防御，直接给你卡出死机来哐！小师妹所言，字字珠玑。剑尊的孽徒们，这血月大阵的核心是一尊上古造化红炉。今日，老夫便要用你们这群绝世天骄的血债神魂，加上我凌云宗的万年灵脉为柴，将你们活活炼化成一颗化神大丹，助老夫登顶化神大道。不好，这是上古炼药绝阵，他把我们当成炼丹的药材了。真火一旦合拢，我们会被瞬间蒸发。二师兄、大师姐，你们别怕呀！这老头好笨哦，他搞这么大的火，不就是个超大号的蒸笼吗？他想把咱们当大肉包子蒸熟了吃。大师姐，你还记不记得张妈在厨房熬浓汤的时候，如果火烧得太旺，汤锅上面就会冒出好多好多的热气。张妈教过淼淼，只要在热气上面盖一个冰凉的铁盆子，那些热气碰到冷铁盘，就会唰的一下变成最干净、最好喝的水珠滴下来呢。这叫冷凝提纯呀，物理学蒸都冷凝原理。江万招个老蠢货，他往炉子里灌了整个宗门的万年灵脉当柴，只要我们在头顶造一个冷凝锅盖，他那害人的炼化真火就会直接把他自己的灵脉烧成高纯度灵气，蒸汽遇到冷源瞬间液化。他这不是在炼丹，他是在花钱给咱们造高压蒸雷水啊！小师妹此发简直是神来之举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既然太上长老想炼丹，那咱们就勉为其难，让他给咱们当一回烧火丫头。大师姐，制冷！凛冬之寒，风！大师姐，这雨下的太粗暴了，冲得淼淼脑壳好疼。这蒸长出来的灵液虽然纯粹，但物理降落的压球太大了，必须在中间加一层缓冲介质，把大水滴雾化，这才能打造出最完美的灵气桑拿房。二师兄，快弄个像蒸笼屉一样带窟窿的网子垫在咱们头顶，把那些大水珠摔碎，变成软绵绵的雾气喷下来呀！小师妹所言甚是，蒸包子就该有蒸笼的规矩。
燕无极的徒弟果然命硬，骨头竟然如此难啃，消耗了老夫这么多灵脉之力，还没化为飞燕。既然火候不够，老夫就给这炉化神大丹，咱再添一把绝代猛药，给老夫烧，用老夫的毕生积蓄催化火火。哇，二师兄，你看这雾气变得好香呀！外面的烧火老爷爷是不是怕咱们蒸桑拿，特意给咱们加了各种高汤调料和香薰精油呀？我的妈呀，这浓郁的丹药精华，简直是把他的养老金全给炖成十全大补汤。这雾气吸一口都能延年益寿，泡个澡直接脱胎换该。太上长老待客热情，连压箱底的大骨消汤都熬上了。师弟师妹们，莫要辜负了长战的一番美意，敞开了心。给老夫烧！给老夫烧！哎，这气怎么吸不动了？按着这金丹，还差一口气就能圆满了呀！二师兄，这汤熬得太稠了，都糊锅了。这就像张妈在厨房炒糖色，要是糖太黏了飘不散。你快用个抽烟机，把这些黏糊糊的好东西全都抽下来呀！这么高浓度的宝药精华，物理口径决定能量昏土量，直接在头顶开一个负压战法，制造极度真空，就像厨房里开到最大档的抽油烟器一样，给它来个物理学上的虹吸效应，把老狐狸的家底一口气全撅进肚子里。小师妹所言甚是，慢吞吞的吸收，不符合咱们凌云宗的做法。师妹们，散！负压漩涡，给我抽！师兄要开大功率油烟机了！哇哦，寻常收视突破境界，哪个不是必死关，历经心魔，还要遭受雷击？那叫一个九死一生。咱们倒好，直接在老狐狸买单的顶级 SPA 里躺着升级，这就叫站在资本家的肩膀上摘桃子。这水泡的人家骨头都酥了。二师兄，外面的好心人还在盗宝贝吗？喵喵觉得还能再吃2大碗呢。不，这不可能！老夫的万年灵脉，老夫的百年四库，为什么全都没了？为什么连一丝反哺的气息都没有？切断！必须马上切断空间通道！二师兄，怎么突然停水了？外面的坏老头是不是舍不得花钱了？二师兄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张妈教过喵喵，要是洗发膏快用完倒不出来的时候，绝对不能直接扔掉，只要把那个管子从最底下卷起来，然后使劲一拧，还能拧出一大坨呢。咱们可不能浪费呀！江万朝想跑，门儿都没有。这阵法可是上古遗留下来，修建它的基石全都是修仙界绝版的上古灵晶和法宝碎片。既然水抽干了，那就利用物理拉扯的暴力杠杆原理，把修建这大浴缸的砖头也全给扒下来带走。这下发财了。小师妹勤俭持家，师兄受教了。既然外面的客人想走，那咱们就把这阵法的管底给他彻底卷干净，给顾某赢！我的天哪，这种减法减到明年也减不完呀！天上掉馅饼，你们居然还用手去抓？物理老师没教过你们最大受力面积理论吗？
直接拿盆接呀！二师兄，那些亮晶晶的石头掉得好快呀，喵喵抓不住。咱们把伞倒过来撑，就像接雨水一样，他们肯定会自己掉进伞里的。小师妹此法大智若愚，诸位同门，莫要用法力去硬抓，那法宝上残留的冲击力会震伤经脉。效仿小师妹，用漏斗法。就不信骷髅还能挡住俺！啊！这就是个超大号的物理螺损机呀！越是硬冲，离心力就越大。唯一的办法就是顺着漩涡的轨迹进行圆柔运动，借助那个信心力把自己滑进去。二师兄，那个大窟窿转得好快呀，好像张妈洗毛房用的那个大马桶呀。水圈圈的时候，要是顺着水流的方向游，就会哧溜一下被吸进中间的管子里去啦。咱们不要和它对着干，咱们绕着圈圈滑进去呀。向心力，顺流而下。诸位同门，手拉手，不要发力对抗，跟着漩涡转。给老夫转开！转开呀！那是老夫的命根子，那是凌云宗的基业，不能全被他们抽走！啊！没了，老夫的一身功力，老夫的万载图谋，全都没了。终于出来了，还是外面的空气好闻呀！哎呀，二师兄你快看，咱们宗门怎么防卫这么松坦呀？连老叫花子都放进来了，看他好可怜呀，身上全是血，瘦得跟柴火棍一样，盯着咱们的袋子一直看呢。江万朝你个老王八蛋，倾家荡产想杀我们，结果被阵法底蕴给反向抽干了吧？今天本喵就要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杀人诛心。师兄，咱们今天在里面捡了好多亮晶晶的石头，发了大财呢。你快行行好，给这个老爷爷丢一枚铜板，让他去山下买个热白面馒头吃吧，别饿死在咱们宗门里啦。小师妹真是菩萨心肠，老人家拿去买点金疮药涂涂吧，下辈子注意点，别乱碰人家的阵法。欺人太甚！欺人太甚啊！那是老夫的灵脉，那是老夫的秘境，你们竟然全都给老夫抢空了！我要把你们碎尸万段！哎呀，这声音怎么有些耳熟？原来是太上长老您老人家呀！您怎么搞成这副尊面了？太上长老，您给的那个红牌真好使，多亏了您的秘境，我们在里面舒舒服服的泡了个灵水温泉，修为暴涨不说，还顺手捡了点没用的破铜烂铁，您老人家真是太客气了。破铜烂铁，好一个破铜炼铁！老夫筹谋百年，到头来竟给你们做了嫁衣。既然这天道不公，借着修仙之路一断，那老夫就不修这老石子的仙了。不好，老疯子走投无路，直接吞服了上古魔神骨，这可是原著里能让凡人瞬间获得毁灭之力的禁忌之物，还要强行堕魔了。今日老夫便要用这万丈魔躯，将你们连同这凌云宗彻底碾为稀粉！爹，我是连月啊，我好痛，带我走，救救我！连月，爹的好女儿，既然你已经成了一个没有修为的废人，活着不如化作爹的血石，成为爹无上魔躯的一部分吧。
今日所有人都要给老夫陪葬，绝望魔老疯！不要慌，体型再大也必须遵守物理定律。高达100丈的双足直立生物，其物理重心绝对高的离谱，只要破坏它的下盘支撑点，这种庞然大物一旦失去平衡，自身的恐怖质量就会成为压垮它的致命扫槽。师兄师姐，它长得太高了，像个大竹竿，底盘肯定不稳的。你们不要打它上面，集中所有的力气去打它的膝盖骨和脚踝，只要打断一个支撑点，它自己就会摔个狗吃屎了。听小师妹，攻他下盘。怎么会这样？完了！在绝对的质量碾压与压倒性的力量鸿沟面前，任何物理小聪明都成了笑话。他的装甲厚度已经超越了师兄姐们的破发上限。妖孽，老夫先拿你开刀！师兄，师姐，小师妹别怕，有师兄在，天塌下来也砸不到你。妖孽在蜕变，绝不能让他苏醒，给老夫在摇篮里吧！想动他，你做梦！师尊，弟子千帆，求您出关！何方妖物，敢在无凌云宗放肆？尚无徒儿者，神魂俱灭。燕仙尊，你以为你赢定了吗？老夫就算死，也要拉上那个妖孽垫背！不好！师尊，你为什么不躲呀？你那么厉害，你为什么不用剑挡呀？用剑会产生万力余波，离你太近了，会伤到你的。对不起啊，小苗，师尊来迟了。别怕，只要师尊在，没人能伤你们。为什么？我们只是想好好活着，
你们这群自诩高高在上的修仙者，为什么要赶尽杀杀？去他娘的天道法则，去他娘的修仙等级，连最疼我的人都护不住。这破烂修仙剧本，本喵今天就给他撕了！师兄师姐，把咱们之前进货的麻袋全都借给喵喵一用。今天本喵要让天上这只土雹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超能力。小师妹要用钱，师兄就是倾家荡产也绝不含糊。师弟师妹们，把家底全给小师妹满上！这是什么怪物？没有灵力变动，全是同心味，给老夫碎！没钱的穷鬼也敢跟本喵大声讲话。启动一撒币护盾。太穷酸了，打人都没力气。二师兄，把咱们剩下的5000万灵石全给我，本喵要给他来个大号的物理采救。弹药与中虫，小师妹砸碎它！不可能，这世间怎么会有这种不讲道理的？万魔护体阵，给老夫起！老土鳖，今天本喵就给你上一堂免费的物理课，在绝对的物理地能与质量面前，都是纸老虎。给本喵受死吧！哎呀，我这才离开多久，咱们宗门不仅没被灭，反而暴富了。既然师尊脱险，大家都辛苦，那还在这满地废墟里吸什么混账？走，五师兄，我用灵石砸下一艘豪华飞舟，带你们下凡间吃香的喝辣的，好好度个假。二师兄，太好吃了，快尝一口。好，好，好，小师妹说好吃，那便是天下第一。奇怪，什么都没有。可为什么刚才那一瞬间，我感那种冷冰冰的感觉，比江万昭那个老疯子还要吓人？小妞，站在大路中间发什么呆呢？走，前面有家新开的首饰铺子，大师姐刚才看到一只万分漂亮的蝶恋花步摇，走，进去试给你戴上。肯定是我吃叫花鸡吃太快，蹭出幻觉了。我要买带铃